这里是新加坡御华园，一座按照中国传统园林体系建成的地方。路是弯的，门是一道一道的，景不会一次给你看完。但今天更特别，我们刚好遇到缅甸新年，很多人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来庆祝。所以这一期我们一起看同一个空间里文化是怎么同时发生的。确实是出乎我的意外，但是也没有想到很多外国的这个友人来我这边争相恐后的去拍照打卡。所以其实我能看到这个地方好像已经被这个缅甸人还有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人攻破了，因为他们都是可以看到在这边去打卡然后拍照。这座塔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时的新加坡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但在这个园区里，人们选择用一座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建塔逻辑的7层宝塔，把文化留了下来。入云塔高40米，6角7层，基数登高，这是唐宋以后中国宝塔最成熟的形制。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座装饰塔，而是一座把中国历史空间化的地标。You also like a Chinese culture? Yeah. Oh, maybe one day you can go to China? Yeah. There's a lot. There's really a lot interesting things there. Yeah. 麻辣 right? Is it mala? It's 麻辣 like 香锅。你吃饱了吗？啊，你吃饱了吗 Yeah, yeah. And what else? What else? Like how to say the Chinese? Some of that I know how to say, but 随着这个祖国的昌盛，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这个中国文化。如果不告诉大家我在新加坡，你会不会以为这里是江南？而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叫做新加坡御华园，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公园，而是一座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园林体系建成的园林。在中国传统里，园林不是给人看完的，而是给人走进去慢慢体会的。所以你在这里看不到一眼到底的景观，取而代之的是桥、门、水、院落，一层一层的把空间分开。御华园以苏州园林为核心的中国园林传统原样移植到了新加坡。我觉得在新加坡也可以看到这种非常典型的苏州园林体系啊，必须要感谢一群人，那是谁呢？士大夫。那士大夫呢，在先秦只有士，那还没有士大夫，那士只是那种非常低级的那些贵族。那到了汉代之后，士可以读经典，然后可以读书入仕。那到了唐代，大家都知道，因为科举制度的稳定，然后呢，很多读书人可以通过读书去改变命运。但是呢，那个时候贵族还是非常的强大的。那到了宋代，才是真正士大夫开始崛起的时刻。因为到了宋代，科举已经取代了一切，这个士人就开始以文化自居啊，靠自己的学识、学问、文章、道德，就出现了这个退而不仕也有尊严的这一个阶层。那为什么士大夫一定要造园这种苏州园林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矛盾啊，就是他们参与政治，但是呢，他们又不完全相信政治，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地方，就是不属于朝廷，不属于政治，也不属于任何宗教，所以园林就变成了这些士大夫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道家讲究的是一沙一世纪，而儒家讲究的就是修身齐家，而中国盆栽呢讲究的是山水意境，而日本盆栽呢讲究的是形制与克制，所以这两种盆栽放到一起，在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罕见。这个中国的拱桥技术啊，其实要比欧洲要先进800多年。为什么呢？这个拱桥是来源于东汉，然后成熟是在隋唐，然后巅峰的时候就到了明末。所以这个拱桥呢，其实是仿制的是乾隆时期的这个17孔桥。那这个呢是13孔桥，它因为这个空间位置没有那么大，所以它只有13个孔。那其实呢，拱桥一开始的目的啊，它并不是为了交通，而是一个等级制度的一个象征。那在民间桥呢，就是1到3个孔，而到了官道桥呢，就是5到7个孔，而到了真正的皇家园林，就像在这里是11个孔，所以呢，这个地方是13拱桥，也非常有代表性。在中国园林，你看到的是中国人对空间的理解。今天这里不只是中国文化，因为刚好遇到缅甸新年，很多人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把另一种文化带进了同一空间。可以看到，要么就是那种很大红大紫的那种颜色，要么就是又灰又黄的那种，有点像工作的那种围裙。Piu su, so sharp. Yeah, Su is sharp. over here. Oh, okay. Oh, okay. Where you didn't wear the su? She don't have. She don't have. She don't have. Yeah. Oh, okay. So this is for adults or for every woman? And sorry. This is for every woman. Yeah. Even okay. So the earpiece is your traditional decoration. Yes. Oh, okay. Okay. And also the necklace, right? Wow. Very traditional clothes here. Okay. Wow.
So I mean, how could we understand your language if you're coming from the different region? But different Yep. language, but we speak all in one is a Myanmar language. Myanmar language. Myanmar language, Okay. different Naga also we can speak one Myanmar language. Okay. But our village, different village. Okay. Their village as their language. Our village, our language. We are like, I'm Naga, Okay. I'm Tangkhon Naga, so we speak is a Tangkhon. Tangkhon. Yeah, I think they are some Danshang, they speak Danshang. Danshan. Yeah, Oh. but because all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region, but because we study in Myanmar school, so we can speak all is in Myanmar. One language in Myanmar. So you can speak so many dialects. Yeah, like our language. Okay. And then the Burmese, and then English because I learned from here. Okay. Yeah.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Singapore? 11 years. Wow, that's so good. Yeah. That's so good. Yeah. Okay. Okay. That's all. 今天我们从鹿云塔看到中国传统的高度，走进园林看到生活的节奏，又在同一空间里遇到了缅甸新年的色彩。在新加坡，文化不是被公开的章节，而是同时发生的日常。同一个地方，不同文明，彼此看见，也彼此尊重。